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讲中国反隐身雷达研发纪实系列，第一篇第5章，伊拉克初露锋芒，终于确认发现了 F117。摘要：这一次的测试终于在纷乱中理出了头绪。老美对猎鹰 F117也没有100%的信心，因此每次出动还要有徘徊者电子战飞机作为掩护。正是在魔高1尺道高1丈的较量之中，我们的技术水平才得到不断的提高。正文：这一次的场战位于伊拉克东部，距离伊朗边境大概60公里，叫做穆沙拉赫的村子。从拉马迪出来，走3号公路，大概7-8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那个地方还是默默无闻，虽然绝对不是第一个到过这里的中国人，但是也算前辈，因为那里现在遍地都是中国人。中石油拿下的哈拉法耶油田就在这个地方。穆沙拉赫的气候跟拉马迪有所不同，这里属于底格里斯河流域，没有拉马迪那么干热。上一次养成的习惯，先记下了营长的名字，叫纳杰海耶兹。纳杰营长很年轻，听说是萨达姆大叔的老乡，就是提克里特出来的。纳杰是高材生在埃及读了电子工程博士，对于雷达也算是专业对口了。他家族有很大的生意，因此感觉他的气质的确与众不同。这个场站也是萨姆巴场站，阵地距离穆沙拉赫大概3公里左右。纳杰的家在伊拉克北部，因此他平时不回家，就住在穆沙拉赫附近的军营。同样，我也向他申请了一辆车，本来可以跟他同车，但是我觉得自己晚上值班不方便，还是自己有一辆车才好。到底是有学问的年轻人，纳杰没有像塔里克营长一样，问都没问就把车子给我了。纳杰首先告诉我可以开他的私人车子，一辆蓝色的布加迪超跑但是有个前提，我必须要有驾照。我真后悔没有晚一天过来，那样的话就可以让纳西姆兄弟帮我做翻译去考驾照了。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是喜欢车的，布加迪的名字如雷贯耳，而现在它就摆在我面前，我却不能开。你说这是什么样的心情你说当年的伊拉克多富多土豪你看现在真的民不聊生这个美国人真是作孽晚饭的时候去的比较晚，就剩下3-4个人。厨师看我是中国人，就热情的用混杂着浓厚阿拉伯口音的英语跟我搭话。我心情也不太好，一开始没有理他，但这个大叔非常热情，又问吃又问住我也逐渐敞开了心扉，跟他聊起来中国菜，尤其是东北菜的做法。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又聊到了驾照的事情。大叔一听就来了精神，立马拍胸脯说明天叫我下午回来，他帮我去搞定。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心情不好的时候有人聊聊天解闷儿就已经不错了。大叔的话其实我没放心里面。第二天早上正跟纳吉营长一起吃早餐的时候，这位大叔又来了，当着纳吉营长面让我早一点回来，帮我去办理驾照，还用阿拉伯语跟纳吉营长咕噜咕噜说了几句然后2个人哈哈大笑，我也听不懂但是纳吉营长拍着我的肩膀，我就知道下午有事情做了来到场站，简单的查看了一下，这个场站的维护保养水平要比萨卡哈尔场站强很多，这应该是纳吉营长的管理有方于是就立即开始干活，有条不紊的更换了配件，也忙出了一身汗。转眼就到了中午，纳吉营长让我先吃了饭，然后找人送我回军营。昨天没当回事儿，今天就不能不当回事了。拿出小本子记下了大叔的名字，贝克尔哈西姆。贝克尔大叔问我会不会开车，我说会然后他就让我开着他的那辆伏尔加，没错，就是那个老款的老毛子那种伏尔加，傻大黑粗的那种在军营里面兜了一圈。我有条不紊地调整座椅和后视镜，然后发动。伏尔加的质量显然不能和丰田皮卡相比，
踩油门时候需要花很大力气，挂档也是。更要命的是，好像没有液压转向助力。还好啊，转一圈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贝克尔大叔似乎心里有底了，就带我去警察局了。在警察局登记的时候，我出示了自己的护照。办事的警官看到我是个中国人，马上就热情起来了。贝克尔大叔跟他解释说，我不会阿拉伯语，能否用英文完成笔试？八字胡的警官大叔想了一下，然后就答应了，递给我一张考卷。我仔细看，哎呦，完了，全是阿拉伯语。这个时候，贝克尔大叔拍了拍我的肩膀，警官大叔看着试卷，用阿拉伯语问我问题，然后盯着我的眼睛，听我给出了答案。贝克尔大叔做我的翻译。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开车上路，对交通规则的了解纯粹是半吊子。更要命的是，英文怎么表达我也不知道。于是我心里就默默念叨这个时候重要的是应该表现出那种强烈的自信感。问题来了，1秒钟就回答绝对不能让他看出我心里发虚的样子。于是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起来了，加上连比划带胡说八道，再配上无比自信的那种表情。其实警官先生和贝克尔大叔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因为大部分时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讲啥。好在伊拉克也是靠右行驶，红绿灯规则也基本差不多。贝克尔大叔就跟警官大叔说了一会儿，然后警官大叔就在我的那个大地址上噼里啪啦的就写了一段话。折腾下来我一身汗，不知道比划的累的还是担心出的汗。反正看着贝克尔大叔跟警官大叔有说有笑，然后就让我出去开车了。然后等于是大路考开的是一辆警车。我第一次考驾照居然开的是警车，我太幸福了谢谢安拉，谢谢耶稣，谢谢释迦牟尼，谢谢大慈大悲南海观世音菩萨，谢谢孙悟空，我谢谢所有的神佛开车、停车、倒车、靠边，居然用了我大半个小时。当然了，这个速度在伊拉克已经算是神速了。我拿到了自己的驾照，全阿拉伯文的后来纳西姆告诉我，这个居然是伊拉克本国人的驾照，不是外国人的驾照国民待遇我享受了一把国民待遇，它甚至可以当成伊拉克的身份证来用。如果我没钱了或者饿了我凭着这个驾驶伊拉克的驾照还可以在伊拉克境内的政府机构领取食品券，免费吃福利挺不错的。你看当时伊拉克福利多好哎呀，我一不小心就成了伊拉克人了虽然这个国家的命运多舛，但是伊拉克人的热情和对中国人的友善是永远值得铭记的。外联的时候经常碰到约定好的时间有人迟到，因此如果我跟中东人约时间的时候，通常最后我会问他，你可以承诺一定不会迟到吗？如果他承诺不会迟到，那就基本就不会迟到了。当然如果他顽固左右而言他后果会非常严重拿到了驾照之后，我有点兴奋了，准备直接开上那个布加迪去跟纳吉影厂显摆一下。但是呢，我是纯粹的新手，布加迪又是超跑，所以踩油门的时候没有拿捏准，还以为是伏尔加，狠狠的一脚油门下去，力气用了稍微大了一点，车子立马呼飞起来了，直冲了军营大门直奔过去。这一飞不要紧，还没到大门口我就差点撞到一个人。估计那个人也是看到一道蓝光闪过，然后下意识的往边上一闪，然后直接的吓得坐在了地上。我也吓坏了我倒不是害怕碰瓷儿，伊拉克没有碰瓷儿，我是怕把那个布加迪给撞坏了。那这是价值千万的超跑，我再仔细看，坐地上那个人怎么脸那么熟原来一看是纳西姆他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马上从车上下来把纳西姆扶了起来，他坐在地上还在笑，看着我哈哈哈就在大笑。我马上问他，你怎么过来了？他告诉我，工厂来电话说有一批重要备件走空运，大概3天左右到，要求我必须本人去签收。纳西姆打了这边的电话，但是没打通，反正他要去南部港口巴士拉，于是就绕了点路过来找我了。
2000年左右啊，手机还是奢侈品，我们出门在外主要是靠固定电话来联络的。那电话打通之后呢，一般就叫人来叫了，就像我们过去那种那个传呼电话一样啊，哎，谁谁谁有电话去接个电话，是这个意思。那西姆说啊，让我周五一定要回办事处，然后他带我去提货。讲完了正事儿，那西姆就坏笑着问：“你开的车子是谁的？是不是找到有钱的寡妇了？”我说：“我还是处男，好吧，我怎么能去找个寡妇呢？再说，就一辆布加迪就能把我收买了吗？要想收买，怎么也得2辆嘛，对吧？”我俩一边说一边笑，就走到我的房间。那西姆从他的包里拿出一袋话梅啊，说是新来了一个外联，是个女孩子，是从中国带过来的话梅。话梅这东西啊，在中东这样干燥的地区是很有用的，含在嘴里生津解渴，还能缓解思乡的乡愁。闲扯了几句，那西姆还急着赶去巴士拉，就风尘仆仆地走了。看了下时间，已经下午5点了，马上要换岗。这次没敢开布加迪，就在军营找了一位也要去场站上班的士兵，搭着他的车过去了。军营离场站只有15分钟的车程。到了那边，纳吉营长正在写日志，我跟他炫耀了一下我自己的伊拉克驾照，他也很惊讶，我怎么拿了他们国内的驾照呢？我告诉他，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声誉好。其实自己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非常好，非常正面，尤其是不结盟、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啊，使得我们在国际上深得人心。我们始终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让我们与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起来深厚的友谊，也使得中国人得到更多的尊重。以前白人在世界各地都享有特权，不过近年以来，随着各地人民的觉醒白人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曾经对白人卑躬屈膝的前殖民地的人民，越来越无法忍受白人那种趾高气扬、英直气势的那种样子。相反，他们对于勤奋而谦虚的中国人有了越来越多的好感。当然，我们国人身上还有很多陋习需要改进，是吧？总体来说，从我这些年通过外联的所见所闻，近年以来，很多中东和北非国家，中国人受欢迎的程度确实是大大增加了啊。我白天只是更换了臂件，没有来得及升级火控系统，但是升级工作通常不能在晚上进行，因为升级火控系统的时候，防空阵地是无法执行任务的。晚上是军用飞机频次较高的时段，关闭场站雷达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另外，白天的民用航班大多还是按照规律飞行的，正好为校验火控系统提供相对准确的目标和依据。暂时不能升级火控系统，我就把整个系统摸了一下底。其实原始的萨姆8系统和各个功能的部分并不匹配。火控雷达的截获距离是35公里，而制导距离是25公里，而 9K333 导弹的射程只有15公里。假若敌方目标被火控系统锁定，还要大概18秒左右的时间，导弹都处于待机状态。射也没用，打不着，但是火控雷达锁定时间越长，就能留给敌方越多的准备时间来做出的反应，可能就会造成防空系统的防御失效。因此，火控制导距离与最大射程的差距越小，抗干扰能力就越强，反应速度就越快。我觉得可以通过进一步降低波长范围，也就是波幅来达到这个效果。于是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准备后面发给张主任他们研究一下。大概晚上10点钟左右回到军营，纳吉营长正在院子里跟几个人一起抽水烟，看见我回来，纳吉问我明天要不要开布加迪。我说不用了，那是匹练马，等我熟练了我的驾驶技巧再去驾驭它。他就在那儿大笑起来，估计旁边几个人也跟着他讲了下午发生的事情。我说还是借我一辆皮卡吧，我也熟悉开，布加迪开坏了我也赔不起。那就也没有再坚持，答应第二天给我调一辆车。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就问纳吉营长，这个场站以前有没有实战发射过？纳吉营长愣了一下，告诉我
他来了差不多2年，还没有实弹发射，更不用说实战了。但是以前啊，这个战点是一个重点战，在两伊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它就是主力，曾经是2个营的配置，直到5年前，因为种种原因才缩编成1个营。我心中暗暗高兴，因为可以找借口测试一下西卡尔弹炮合一系统了。第二天一早，纳吉就找人配合我进行火控系统的升级，大概用了2天的时间就搞定了。这也多亏了纳吉营长，工作中就是这样，碰到懂行的人一起工作，那效率就会提高，反之效率就会降低。升级之后，我还是要安装波普仪，也是跟之前的一样，找了一面额外的屏幕，一起装上去了。由于穆沙拉赫的地理位置啊，所以对伊朗方向、巴格达方向都可以进行侦测。白天没事儿，晚上来到场站，打开波普仪，监视2个屏幕，跟在萨卡哈尔场上看到的一样。从9点40分到10点20分左右，屏幕上都是雪花点，大体的性质跟萨卡哈尔场站也是一样的，其他没有什么发现。虽然次日要回办事处，但是考虑到后面还要回来，就没有拆除波普仪的屏幕。想着屏幕既然没有拆除，就放了一个记录仪，定时从晚上9点开始，大概记录2个小时左右。早上天刚刚亮我就出发了。那时候路上车子不多，伊拉克人早上有一个祈祷，大概在天快要亮的时候，然后大部分人会躺下继续睡一会儿，8点左右才出来上班。路上车子少，速度也快，不到6小时我就到了办事处，还赶上了午饭。涛哥和魏哥都在，江叔还没有回来，大家见面都很高兴。那西姆帮我介绍了一下刚刚过来的赵姨。赵姨50多岁，老家在内蒙，性格非常豪爽。他是集团财务部门的，平时常驻埃及，这次是过来清账的。赵姨的老公是资深的外交官，处理中东地区事务的专家，据说是几任外交部长的智囊。赵姨本身也没什么价值，还经常跟我和纳西姆开玩笑。涛哥就揶揄他：“你怎么想老牛吃嫩草啊？”赵姨也不生气啊，哈哈大笑。他的性格真好啊。赵姨应该是在这边中东待久了，所以衣着举止方面非常讲究。在中东地区啊，女性着装不要太暴露，必须入乡随俗。人家看你外国人啊，嘴上不说，如果你是穿着比较暴露的，他内心会非常鄙视你。经常跑外联啊，见识了很多次，外表端庄典雅的女性啊，出入海关都非常顺利，人家非常尊敬你。如果举止轻浮、穿着暴露的，他很容易被人刁难。所以在古代啊，大户人家特别注重教养家教，就是这个道理，是吧？咱们我们是礼仪之邦啊，更要注重自己。我们出去不是代表我们个人，我们代表中国人啊，国格啊非常重要啊。我晃着手里的驾照给涛哥和魏哥显摆。那西姆说，就让我开着那台手动挡的皮卡去机场签收国内发过来的包裹，也顺便测试一下我的水平，到底是不是半吊子，还是比较熟练了。于是我们4个人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说是浩浩荡荡，因为我们车子后面冒出来了一大股黑烟啊，一路上这个黑烟开过去，一路都跟着黑烟。为什么呢？因为我忘记换挡了，一路全部是1档开过去了，哈哈，还是新手没办法啊。4个小箱整整齐齐的落到车子后面皮卡的货箱里边。我们又去集市转了一下，晚上才回了办事处。赵姨亲自下厨做饭，番茄羊肉炖土豆，一样的食材，伊拉克人做出来的是一个味道，咱们中国人做出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了。赵姨的手艺真太好了。那西姆闻着香味儿就留下来蹭饭吃了，连家也不肯回了。我问赵姨他有没有女儿，我入赘算了啊，说入赘女婿上门女婿了。赵姨说他有一个儿子，大学刚毕业，很不听话，我愿意呢，我就拿去吧，哈哈。我们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的聊到了晚上10点多。后来赵姨坐到我身边老同志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子，这里面你最年轻，你一定要记住，出门在外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位。另外你要洁身自好，这个也非常重要。工作上你们厂放你们出来，证明你们技术上都有2把刷子，
你必须认真啊，一定要给国家长脸，你代表中国，咱们不比别人差啊。说完就回去休息了，让我受益良多啊。然后呢，我去资料室收了一下邮件，果然张主任的嘱托就躺在那里，意思就是说车间又做了3个波普仪寄了过来，另外还有一个滤波仪是特殊途径购买的，也一起寄了过来，让我试了一下。另外总参的公关小组发现，每天晚上同样的时间，在卡塔尔的美军基地有 EA-6B 那个徘徊者电子战机起降，也有不明的飞机不定期的在相同的时间起降。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小组认为第一次出现的2个点就是夜鹰 F117。这一次张主任发过来的波普仪经过重新设计，目标是去除杂波信号，让夜鹰 F117现行。滤波器的作用是放大干扰源，从而找到对抗干扰的办法。滤波器是通过特殊渠道从国外搞到的专用仪器，自身配有记录仪，我要做的只是在干扰发生的时候开机就行了。这下我兴奋起来了，睡不着了，就把技术说明书都翻出来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昏昏沉沉的迷糊了一会儿。天刚亮，吃了早饭，就跟赵姨和涛哥、魏哥告了别，然后带着4个箱子返回了穆沙拉赫场站。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了记录仪的情况，跟以往一样，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干扰。这一次干扰出现之后，又出现了2个快速移动的目标。目标虽然比较小，但是波普仪可以清晰的识别，时间不久，大概不到5秒钟，就消失在雷达侦测范围之外了。打开地图，从穆沙拉赫往南150公里，卡塔尔和沙特就跳出来了。我猜测徘徊者和夜鹰 F117 应该是从不同的基地起飞的。由于二者在航速上面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局部干扰的漏点，使得我们可以在没有采用强力抗干扰措施的前提下侦测到 F117。当然，由于数据有限，我暂时还没有形成 F117 侦测特征数据。按照张主任邮件的要求，更换了之前的波普仪，换上了一个新的，还没有来得及拆开详细看，但是从重量来判断，新的波普仪重量明显轻了很多，估计是采用了新的线路设计，减少了电子管，改成了效率更高的集成线路板。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南方沿海地区引进并建设了大量的电子厂，虽然是代工性质，但是他们对于迅速提升我国电子工业的设计和制造水平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在培养大量专业的设计和制造人才方面功不可没。我国的电子工业是在前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毛子工业的特点就是简单实用、傻大黑粗，注重数量而非质量。80年代之后，尤其是90年代之后通过对日本、欧洲和美国的专门技术的学习，到现在咱们的电子产品设计水平早已经是今非昔比，已经脱胎换骨了。集成线路是雷达小型化的重要技术基础。另外一个技术就是分工协作。其实我们上学最大的收获并非是学业的内容本身，我认为最大的收获是2个方面，一个是自我学习能力的提升，一个是获得先进技术的途径。集成线路方面我并不是专家，但是只要能够找到牛人，这一块就不是挑战，不是问题。而我身边这样的牛人实在太多了军中都是牛人，我告诉你。所以在集成线路方面，只要拓展知识面，熟悉大体的设计以及应用思想，还有英文术语的表达方式，方便查资料，那就 OK 了，没问题了。回到穆沙拉赫场站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再忙一忙就到了晚上了，也没回去军营，直接在场站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也趁这个时间测试了一下新的波普仪，感觉灵敏度有了一定的提升。通常用萨姆8的雷达，在最大探测范围的距离这个范围里边，可以侦测到大概1米左右的目标，再小的目标就会被当成杂波过滤掉，或者侦测不到。新的波普仪仍然使用萨姆8的 P40 和 P15 雷达，只是调整了波长范围，居然就可以看到一些慢速移动的目标，估计是海鸟或者猎鹰之类的。如果使用红旗6的配套系统，在300公里的距离侦测到 0.3 米大小的目标应该没有问题。
按照张主任的要求，就将波普仪连接了记录仪，做好了准备。晚上9点钟左右，干扰准时出现，但是这一次大屏幕上面的信号干扰明显减弱了一些。而经过滤波器以后，我的小屏幕上面只剩下有规律出现了一些杂点，这些杂点并不影响正常的观测，实在太神奇了啊！真的没想到，当时技术突飞猛进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厂里的牛人太厉害了。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在国内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国内的同行们已经忙活了很久了啊！这里也算是爆个小料啊。当年李登辉搞台独，咱们向东海射了几个空包弹，后来美国为了显示他的实力，不光派了航母过来，还派了EA-6B 徘徊者到沿海干扰我们。有一天，广空的雷达上面突然一下冒出来400多个目标啊！广空紧急提升至1级战备啊，战机在15分钟内升空，结果在目标区域什么都没看到。这个情况2天之内出现了5次啊！那我们活活被美国人玩了一把。广空领导气得鼻孔冒烟啊，空军领导也非常震惊啊，于是就抽调最精干的力量，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在总参的整体协调下，用了5个月，终于攻关成功啊！新的电子战装备、新的电子战战术、干扰与反干扰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说啊，危机也是机遇，即使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联系当下的情况，我们并不惧怕萨德，是吧？甚至觉得他更好，有他更好，只要他在那儿，就有机会去研究解剖他的工作原理之类的啊，收集一下特征信号，并以此作为契机提升我们自己的电子战水平。干扰刚刚出现还算正常，大概10点钟左右，就看见2个很小的目标从西边出现，然后以非常快的速度到巴士纳上空转了一下，20分钟左右从南部消失。2个小目标的速度绝对不是自然界的速度，虽然有些闪烁，但是还是能够分辨出来。我们终于清晰地发现了 F117。当年英美等国在伊拉克上空画了2个禁飞区，一个是在北部库尔德地区，一个是在南部靠近科威特的巴士纳地区。2个小目标虽然个头小，信号有些弱，但是这个20分钟的时间被完完整整的记录了下来。如果是 F117，就可以作为它的特征参数。我把记录仪的磁带抽了出来，又重新看了一遍，终于确认发现了夜莺 F117，然后走到了外边，算起来出来外联1年多，终于有了成果。望着星空，我的心情还算平静，因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啊，就是为了祖国的和平，就是为了祖国天空的平静，永远不会打破。好，完了啊！希望老铁们喜欢，点赞、订阅、转发、留言，谢谢大家。